不甘寂寞的法国又拿台湾做文章，针对中国大陆进行挑衅。然而尴尬的是，就在法国这挑衅行为做出后不久，法国海军一艘军舰立刻在南海出了丑。一起来看详细情况。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根据法新社最新消息，就在今天，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接受采访时，突然拿台湾问题开刀。他声称，现在为了维护所谓的台海局势，法方已经做好了行动准备。欧盟将在今天举办印太外长的论坛会议。这次大规模论坛聚集了东非、东南亚、阿拉伯等国家的外交部长，预计将有30国的外交部长前来参加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，对于亚太地区有着重要影响的美国和中国压根就没有参加。此次印太外长论坛主要的议题就是国防安全等重大议题。外媒认为，这是欧盟为加强亚洲政治影响力释放的一个明显的信号。但是令人没想到的是，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却3番5次地提到了台海问题。勒德里昂近日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书面采访时表示，谴责中国企图改变台海现状，同时他认为为了防止发生冲突，法国已经做好了行动准备。法新社分析，其言下之意表明了法国军队将采取在台海周边航行等行动，以牵制中国。勒德里昂表示，在太平洋的法属新卡里多尼亚岛等地有法军基地存在，台湾海峡的稳定对周边地区全体的稳定至为重要。外媒认为，他虽未明确点名中国，但是矛头明显针对中国。法国政府于2021年开始极力配合美国向台海、南海地区派遣军舰和核潜艇，对于南海的自由航行任务显得无比积极。而且为了进一步刺激中国，法国作为欧盟的轮值主席国，打算力推与台当局签订自由贸易协定，这是对中国明显的挑衅行为。虎哥认为，法国的做法完全就是自取其辱。首先，台湾问题的局势恶化，就是由美国、法国这样的国家彰显军事存在和为台当局撑腰打气造成的，现在反倒开始谴责中国了，简直倒打一耙。其次，如果法军胆敢干涉台海行动，那么其下场可能要比美国惨得多。现阶段，法国在亚太地区唯一的军事基地就在澳大利亚以东的新卡里多尼亚。在这个岛上，仅有法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团和一艘佛罗雷亚尔级护卫舰以及 P400 巡逻舰，其中花月级护卫舰跑到南海耀武扬威，结果在南海直接熄火了。目前正在中国海军的 054A 护卫舰的监视下战战兢兢地修船呢。就这样一支部队还想和中国叫板，还想妄图干涉台海做出行动，建议法国外长先看看法军丢人现场再说。就这点兵力，解放军战区海军下属的半个驱逐舰支队就将其全部歼灭。当然，就算法国海军倾巢出动，我们也不惧怕。当前法国海军拥有1艘4万吨核航母、3艘2栖攻击舰、2艘7000吨级盾舰和7艘6000吨级护卫舰，以及10艘左右的中小型护卫舰，当然还有10艘潜艇。其综合作战能力和中国海军整体肯定是没法比，咱们的战区海军就能轻松应对。拿南部战区举例，南部战区拥有1艘6万吨级的航母和1艘4万吨级的075， 055大区2艘， 052C、D 驱逐舰则有13艘，护卫舰加起来35艘，潜艇加起来也有近30艘。而且这还不算岸上的海军航空兵打击力量，实力简直完爆法国海军。单单是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的盾舰的垂发单元就是864个，是法军盾舰的10几倍。就这，你让法国海军怎么和中国叫板？根本没这个实力。因此，一旦法国决定以军事手段干预台海局势的话，解放军若真的决定全歼法国海军，是真的没有任何压力的。虎哥认为，法国官方对台海问题于中国而言的重要性还是不够了解和重视。
不然其外长就不会叫嚣采取行动，这样不负责任的言论。法国真的有底气和中国在台海较量吗？要知道，美军也不敢公然宣称什么直接在台海采取行动，因为他们心里明白，派遣干涉的军力被全歼不说，在一二岛链部署的军事力量都会遭到解放军强力的军事打击。到时候就不是能不能阻止解放军收复台湾的问题了，而是要面临亚洲地区彻底脱离美军掌控的危局了。而法国如果介入，全军覆没不说，这对于法国的声望也是一次严重打击。届时其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不说，有多少法国平民将要承受家破人亡的悲剧。为了干涉中国内政，不远万里前来挑衅送死，这一点法国官方真的考虑过吗？建议还是脑袋清醒一点，好好想想清楚再发言。